这是世界上最社恐的小岛，离它最近的大陆也有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。岛上的环境更是恶劣，资源少，土地贫瘠，一年至少有300天在刮风，还时不时的会整点暴风雨和暴风雪。但就是这么个贫瘠的土地，却有着南半球法兰西的称呼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凯尔盖朗岛位于南印度洋，是法国的一块海外领地，土地面积约为6675平方公里，也就稍微比上海大一点儿。如果说岛也会社恐，那凯尔盖朗岛肯定就是其中一个。它的位置可以说是相当的偏，不管离哪块大陆，相差的距离起码有上千公里。离得最近的是南极洲1400公里，最远的呢则是亚欧大陆，距离超过了6300公里。而且岛上也没有机场，想要上岛就只能坐船。但是因为离南极针有那么点近，气候寒冷潮湿，年均气温呢才4摄氏度。另外岛屿还因为位于西风带，一年365天有300多天都在刮风，风大到不仅能掀起高达15米的巨浪，还让岛上的苍蝇和蝴蝶连翅膀都退化了，因为实在是没用啊。再加上时不时来点暴风雪和暴风雨，这么恶劣的环境也让凯尔盖朗岛这千百年来一直孤独一世，没人发现，更别说有人在上面居住了。哪怕是科技发达的现在，想上岛一次也不容易，风浪的因素就常使一些船只倾覆，可以说去一次就是绞死一生，也难怪有人会说凯尔盖朗岛是人类最难抵达的岛屿之一。不过有人奇怪的是，既然去这座岛的风险那么大，那么它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其实吧，距离凯尔盖朗岛被发现也不过300年的历史，而且离谱的是，它在被发现的时候还被人称为是资源丰富的富饶之地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在过去吧，西方发现美洲之后，就一直觉得南边肯定有一片大陆，还请了不少人去寻找。而在1771年受到法国国王的任命后，凯尔盖朗带上自己的家伙事儿，也跑去寻找南大洋。在大海流浪1年多后，确实找到了一块地图上没有记录的陆地。哎呀，把这凯尔盖朗给激动了呀，当即就领着人冒死要登陆上去。结果一到陆地上就傻眼了，这哪是什么富饶之地呀，周围荒芜一片，压根就不适合居住和开发。本来按照惯例呢，宣布下主权就行，但也不知道凯尔盖朗究竟咋想的，估计也是为了应付交差，想在国王面前表现表现。一回去就说他发现的这个地方不仅环境优美，而且土壤肥沃，还有不少矿产资源，甚至他还提议要把这个富饶之地命名为南半球的法国。一通瞎话下来吧，说到法国国王是心花怒放啊，给了凯尔盖朗不少奖赏。不过他也就高兴了1年不到，就因为谎言被击穿而被法国国王丢进监狱吃牢饭去了。而这座小岛呢，之所以还会用他的名字命名，还真多亏了在1776年到访的英国航海家库克，也就是他坚持用凯尔盖朗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小岛。要不然按库克的话说，如果不是为了纪念凯尔盖朗发现这个小岛的功绩，要不然用荒野之岛这个名字命名才会更加的形象。一座离法国108000里远的小岛，不仅没有资源，更是荒无人烟，环境恶劣。那为啥法国依旧要把这座小岛收入囊中？虽然嘛是烂了点，但好歹也是一座岛啊，不拿白不拿。其次，凯尔盖朗岛也是有一定意义的。在19世纪，因为周边渔业资源丰富，不少英美的捕鲸船来这捕鲸，凯尔盖朗岛呢也就成了捕鲸人的临时住所。而且捕鲸人还会在岛上熔炼鲸鱼油和海豹油，直到现在你还能在岛上发现提炼的工厂，只不过全都被废弃了。等到了19世纪末，这又成了链接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中转站，被当作是加油站，给过往的船只呢补充燃料。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因为岛屿靠近南极洲，凯尔盖朗岛成了重要的科研地。如今的岛上就住着100多号人，其中大部分呢都是搞科研的科学家，只有少数的旅行者。不过这些人呢不是常住，一般都会轮换。对他们来说啊，岛上的环境是挺恶劣的，运个补给呢也只能走海运，还容易出意外。但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最让人烦躁的还是无谓的生活。因为位于高纬度地区，导致岛屿无法被卫星信号覆盖，岛上连电视都没有，更别说想玩手机上网之类的。在过去啊，一部电影都能循环放个几10遍。现在虽然影视资料变多了，但岛上的通信呢，依旧还是得靠寄信来解决。尽管条件如此艰苦，但凯尔盖朗岛有着重要的科考意义，就连我国都在上面建立了航天监控站，对全球气候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以及发财的小手点了一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